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感谢大家继续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内容我们从 Web 3.0 的角度来看 Pi Network。我们先简单了解 Web 3.0，论述其和区块链的关系，最后看 Pi Network 作为区块链新兴如何发挥作用，推动互联网发展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。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点亮小铃铛，打开提醒，支持下高恩。世间万事万物相辅相成，正如区块链技术寻求实际应用的同时，互联网在向着 Web 3.0 的方向探索，人工智能领域则迈向深度学习。这三者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，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碰到难题，需要互相借鉴技术进行完善，而这正是未来。那么什么是 Web 3.0 呢？和区块链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先简单了解下 Web 3.0。其实这个概念和区块链 3.0 的概念是性质上类似的，都是各个领域为了探索发展，人为赋予的概念化的东西。比如高恩经常提到区块链 3.0 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应用，不过并不是一定的，也有其他的观点。放在 Web 3.0 上，大部分人认为 Web 3.0 是语义网 Semantic Web， 这个设想也是 Tim Berners-Lee 在1998年提出的，核心是通过万维网上的文档添加能够被计算机理解的语义。通俗点讲的话，语义网是一种智能网络，不但能够理解词语和概念，而且还能够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，可以使交流变得更有效率和价值。比如这句话，我爱区块链和 I love blockchain， 而且这个 love 是用的小于3这个符号去表示的。我们在聊天中也有一些朋友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。这样看，其实我们能理解，语义是一样的，只是形式不同。但是计算机要去学习后面一种表达方式的逻辑，而不是理解成我小于3区块链。回看互联网的发展， Web 1.0 是网站投喂信息给用户，单纯的信息传递展示，相当于只读文件，如早期的新浪、网易、搜狐等等。Web 2.0 更注重用户的交互，用户浏览内容的同时，还可以创作内容进行分享，核心由技术向用户偏转。在 Web 3.0 中，会更加彻底的偏转向用户，不仅仅限于浏览器，会以各个终端兼容，网站也会更加开放，对外提供自己的 API 将会是标准配置，信息的可搜索性也会达到新的高度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想到了 Pi Browser 以及将来的数据互相调用的规划？稍后我们再谈 Pi Network。先来看看 Web 3.0 和区块链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，数字加密货币行业的从业者对 Web 3.0 赋予了更高的期待，希望通过结合后打破互联网巨头的垄断，创造一个全新的自由世界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虚拟世界。Web 3.0 的实现需要训练 AI 模型，来让计算机学习更多的信息和场景，意味着用户需要将自己的信息大批量无偿的贡献出来，就是我们会常见到的这种用户协议、隐私保护协议等等这种条款。而区块链技术的存在，让人们逐渐意识到隐私、数据、权利、审查、身份等等方面。原来各个公司机构在用我无偿贡献的数据在盈利，人们开始据此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加密货币行业的从业者认为，完整的 Web 3.0 应该是具有统一身份认证系统、数据确权和授权、隐私保护和抗审查、去中心化运行这4个特点。通证经济和数字资产的出现，
这让用户作为个体可以有机会参与到 Web 3.0 开发运行当中，可以参与投票、参与分红，实现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。同时，自己贡献的数据信息得以换回一部分收入，意味着更加的公平合理。综合以上信息，高安个人也更倾向于去中心化的 Web 3.0。它将是一个自由智能的互联网虚拟世界，个体对于自身拥有了更大的选择控制权，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方式。相比传统的 Web 3.0， 对用户个体更加的友好。Pi Network 将会作为底层平台加速 Web 3.0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不满我把 Pi Network 说的有点像一个工具，但是要知道，互联网不也是工具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万物相辅相成。刚才我们提到了 Web 3.0 的不同设想方向，蓝图也是值得期待的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在区块链从业者们认可的 Web 3.0 发展方向中， Web 3.0 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效率低，普及难度大。因为在这个方向中，它是去中心化运行的，效率相比 Web 2.0 和传统意义上的 Web 3.0 要低很多。而普及难度是由于涉及到了各种知识的科普，不只是电脑的操作了，还要懂得区块链、加密货币等等的基础知识，否则新用户很容易被所谓的手续费搞糊涂。因为原本的互联网并不存在手续费这种事儿，这需要大众接受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的概念。如果说刚才我们基本是在讨论区块链时代的 Web 3.0 的优缺点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 Pi Network 作为区块链中的新兴项目能否解决刚才的问题。 Pi Network 的出现确实让人不禁会想到，这会是一个理想的公链平台， Web 3.0 可以在此平台上得以实现。首先我们从效率方面来思考，这其实是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毕竟是去中心化网络的整体标签。但是 Pi Network 它的交易确认速度、低手续费以及节点数量的数据能够给我们一定的信心。现在 Pi Network 处于测试网，除了没有映射主网，可以说除去测试派币的量，其他的测试网数据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。用户入门节点的门槛相比其他公链是很低的，不考虑网络速度限制的瓶颈，如果出现了全民节点的景象，效率也将不再是大问题。再看普及的难易程度， Pi Network 的社交属性和信任图能够很好的解决这点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大众的讨论才是提升思维思想的根本途径。和高安一样，普及相关知识的派友还有很多。另外，项目开发团队及创始人还总是在露面，加上不断出现的项目进度，这能给所有用户和开发者更多的信心。也许这正是派项目方找到的解决办法，结合传统互联网的运营方式，同时保持区块链的特性。还要知道的是，如今 Pi Network 已有1800多万的活跃用户，那到年底呢？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实现去中心化的 Web 3.0， 要更有基础。不过还是有个问题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，就是绝大多数反对 Web 3.0 概念的人会认为 Web 3.0 没有价值，他们认为互联网已经到了几乎完善的阶段，习惯了出售数据，习惯了规则只读，可能是舒适圈吧。大众还需要多久认识到这个个人权益和去中心化的趋势？你们说呢？踊跃在评论区发言告诉我吧。好了，这就是高安这一期要分享的知识和观点。还没有关注我的，抓紧来一波3连吧。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，欢迎关注混沌界公众号，菜单栏找到我，高安社群，加入微信群参与我们的讨论，互相交流借鉴，
更是可以探讨布局，便于之后的合作共赢。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电报群二维码加入电报群。如果你想熟悉交易市场，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，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吧。下期我们专门做一期视频，分享 Pi Network 中现有的应用操作，以及去中心化交易所和钱包的操作，同时还会分享一位派友做的纪念币的样式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是高恩，下期再会吧，拜拜。